大家好，我是晴。上次那期5档热门 ETF 差别，我们介绍了台湾最多人买、最常被拿来比较的5档 ETF：0050、006208、0056、00878、00919。那一支比较像是入门款，因为它们虽然风格不同，但至少都还算是台股主流 ETF。今天这一期不一样，今天要带你看另外5档，规模也都不小，讨论度也不低，但它们的风格、角色、用途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。这5档分别是00646、0052、00679B、00713、00981。跟前一支最大的差别在于，这5档不能用同一个标准看，它们不是那种放在一起比，谁配息高，谁比较稳，谁比较适合所有人。不是，因为它们比较像是不同功能的 ETF， 也就是说，这一期不是要你选一档最强，而是要你想清楚哪一块是不适合放进你的组合。所以今天我会用3个区块来带你看。第一块，股票型核心延伸00646、0052。第二块，防守收息配置00679B、00713。第三块，想试着交给经理人00981。听完之后，你不会得到一个唯一正确答案，但你会得到一件更重要的东西，你会知道这5档分别是在补哪一块。第一块，股票型核心延伸，这一块有2档，00646跟0052，它们都还算股票型路线，但方向完全不同，一个是在讲分散到台湾以外，另一个是在讲集中压台湾科技。所以同样都是继续走成长路线，它们的方向其实刚好相反。00646最白话的美股核心 ETF， 这一档最白话的逻辑就是买下美国前500大公司，它追踪的是 S&P 500指数，所以你买这档本质上就是在买美国大型企业的一整包。里面会是什么感觉？就是你平常最常听到的那些大公司， Apple、Microsoft、Google、Amazon、Nvidia、Meta， 还有一整包美国龙头企业。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很耳熟，没错，你可以这样记：0050是台湾市值前50大，00646是美国市值前500大，逻辑很像，只是市场不同。所以00646的角色是什么？它是台湾以外最简单、最核心的分散方式之一。它不是拿来拼高配息的，它也不是拿来追热门题材的，它的核心是相信美国大型企业长期会继续成长。这档适合什么人？比较适合想把资金分散到台湾以外，相信美国经济和大型企业长期成长，想用相对简单的方式参与美股，能接受股市波动，也能接受汇率波动。特性提醒，这档一定要注意2个点。第一，它有汇率风险，你买的是美国资产，所以美元怎么走会影响你最后用台币看到的报酬。第二，它不是美国就自动比较稳，它本质上还是股票型 ETF， 美股跌的时候它一样会跌。最大误解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美国 ETF 等于比较稳、比较强，其实不是，它只是把核心资产从台湾换到美国，重点还是你愿不愿意长期持有美国大型股。0052不是买整个台湾，而是集中压台湾科技。这一档最白话的逻辑就是只挑台湾股市里的资讯科技类股，所以你买它不是在买整个台湾，你是在买台湾科技。里面常见的感觉会是台积电、联发科、鸿海、台达电、联电、广达这些台湾科技板块的核心公司。所以0052的角色是什么？它不是分散，它是集中，更准确的说是把台湾最强的科技主线单独拉出来压。所以这档很适合拿来理解成，如果科技很强，它会很有感觉；如果科技不顺，它压力也会比大盘更明显。它跟0050的差别很大，0050还是比较像整包台湾大型股，但0052的个性会更鲜明，我不是买台湾，我是偏重台湾科技。这档适合什么人？比较适合看好台湾科技产业长期发展，愿意接受比大盘更集中的风格，想做台股加科技偏重的配置，能接受波动比0050更明显。特性提醒，这档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中度高。集中度高的意思不是坏，
而是你要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科技股强的时候，它可能比大盘更有爆发力，但科技股弱的时候，它的压力也可能比大盘更明显。第二块，防守收息配置。接下来这一块就不是在讲怎么继续压成长了，这一块在讲的是，当你不想只靠成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在组合里放一些比较偏防守、偏收息、偏稳一点的东西。这里有2档00679B 跟00713，这2档看起来都比较不像冲最快的路线，但它们也不是同一种东西。一个是用债券来做配置，另一个是用股票里的高股息低波动风格来求稳。00679B 用长天期美债帮组合多一块防守，这一档一定要先切清楚，它不是股票 ETF， 它是债券 ETF， 而且它买的是20年以上的美国公债。最白话的讲就是，你把钱借给美国政府，而且借很久，所以这档的角色不是在帮你冲成长，它比较像是在做2件事：月配息的现金流感，股债配置里的防守功能。很多人喜欢这类 ETF， 就是因为它听起来像政府公债，比较安全，有配息，可以拿来平衡股票波动。这些方向都没错，但一定要提醒你一个超重要的点，00679B 最大的风险不是信用风险，而是利率风险，因为它是长天期公债。长天期这3个字很重要，美国升息的时候，这类债券 ETF 的价格可能会明显承压，美国降息的时候，它又可能比较有表现。所以这档不能简单理解成反正是美债我就稳稳领息，不是，它更像是，如果你想把债券放进组合里，这是一条路线，但你要先懂长天期债券对利率非常敏感。这档适合什么人？比较适合想要月配息，想做股债配置，想让组合不要只靠股票，能理解债券不是不会跌，只是跌的原因跟股票不同。最大误解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美国公债 ETF 等于不会跌，这是错的，它不是不会跌，它只是风险来源不一样。00713高股息，但更强调低波动，这一档很适合拿来跟一般高股息 ETF 分开看，因为它不是单纯在拼谁配得高，它的逻辑是高股息加低波动。最白话的讲就是从台股里挑出配息高，而且股价波动不要那么大的公司，所以它给很多人的感觉会是，我也想要高股息，但不要太刺激，不想股价上下震太凶，想要更稳一点的持有感受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00713看成高股息里的保守版，它不是那种最会冲、最会配的路线，它更像是用稳一点的方式去拿高股息风格。这档适合什么人？比较适合想要高股息，但不想只追求高值利率，比较在意波动感受，想要一档高息但别太晃的工具。特性提醒，一定要先记住一句，低波动不等于不会跌，它只是相对没那么剧烈，不是完全没风险。而且它的代价也很直白，比较稳通常就代表比较不容易飙，所以你是用比较稳的持有感受去换掉一点成长爆发力。第3块，想试着交给经理人00981。最后这一块最特别，因为前面讲的00646、0052、00679B、00713本质上都还是规则先写好，照逻辑去买。但00981不一样，它不是在问你，你喜不喜欢美国？你要不要债券？你想不想压科技？你要不要高息低波？他在问你的是，你愿不愿意把一部分信任交给经理人。00981不是照指数买，而是相信经理人会挑对。00981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主动式 ETF。 什么意思？最白话的讲就是它不追踪固定指数，它是由经理人主动选股，所以你买00981不是在买一个照表操课的大盘工具，你比较像是在买这组经理人的选股判断。它的逻辑其实跟传统主动式基金很接近，只是包装成 ETF， 在交易所交易更方便，费用结构也比较不一样。所以这档最特别的地方不是他买台股，而是它是主动，你买它等于在回答一个问题，你愿不愿意相信有人能长期帮你挑的比大盘更好？为什么这档会热？因为只要它在一段时间里跑赢大盘，市场就会很容易被吸引，很多人会觉得，哇，
这档会不会就是比较厉害的 ETF？ 但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个老问题，短期赢不代表长期也赢。主动式 ETF 跟主动式基金一样，都逃不开同一个核心问题：经理人能不能持续做对这件事，历史上从来都不容易。这档适合什么人？比较适合了解主动 vs 被动的差别，愿意承受经理人判断失误的风险，不会把它当成0050的简单替代品，愿意接受可能赢也可能输的结果。最大误解是什么？很多人会以为主动式 ETF 一定比较厉害，不一定。主动的意思不是保证打败大盘，主动的意思只是有人在帮你做判断，而你要承受的就是他可能判断对，也可能判断错。这5档最白话怎么分？好，讲到这里，我帮你收成最简单的版本。如果你要的是分散到台湾以外，你看00646；如果你要的是集中压台湾科技，你看0052；如果你要的是月配息加债券配置，你看00679B；如果你要的是高股息里偏稳一点的路线，你看00713；如果你要的是把一部分信任交给经理人，你看00981。所以这5档不是在比谁最神，而是在比你现在缺哪一块，新手到底怎么选。如果你现在再看这5档，我会建议你先不要问哪一档最值得买，你先问自己4个问题。第一，我需不需要分散到台湾以外？如果你不想资产永远只绑在台股，那00646就会有存在感。第二，我需不需要更稳一点的防守配置？如果你不想组合只有成长路线，那00679B、00713这种东西你就可以开始认识。第三，我想不想更集中的压一个方向？如果你很看好台湾科技，那0052就是一条比较鲜明的路线。第四，我愿不愿意把一部分信任交给经理人？如果你愿意，就去认识00981A；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你就老老实实走被动式逻辑就好。最后，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这5档的角色完全不重叠，他们不是在争谁最强，而是在补不同功能。第二句，00646跟0052都是成长路线，但一个是分散到美国，一个是集中压台湾科技。第三句，00679B跟00713都比较偏防守，但一个是债券逻辑，一个是高股息低波逻辑。第四句，00981不是风格选择题，而是信任选择题，你愿不愿意把一部分判断交给经理人？如果这期有帮你把事情看明白，记得点赞加订阅。如果有想了解的主题，或看完还有什么问题，都欢迎留言，不方便公开留言，也可以用信箱来信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